好消息，好消息！冬季期的签名鞋终于用上 Zoom 气垫了。但是啊，同时还有一个坏消息，就是它用的这一个是一个树脂的麻将 Zoom。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啊，一直在期待着冬季期的签名鞋能够加入 Zoom 的兄弟们，是不是能够满意？当然啊，除了中底的配置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之外，整一个鞋面的用料相比上一代也明显得到了加强，会跟一代、二代比较相似，用了很多的车线作为鞋面的补强，而且重量控制的也还算不错，单支42.5码的重量在350克左右，还算是比较轻质的。OK， 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来看看它在实战方面的体验究竟如何。抓地非常出色，虽然我手上的这个配色啊用的是全掌的水晶底，但是抓地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啊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使用的时候，也只需要时不时的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就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不过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的时候，它的横向抓地会比纵向的要稍微差一点点。如果你变向或者是滑步动作做的比较多，可能擦鞋底的频率要稍微提高一点点，好吧？而至于它的耐磨表现，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在我这一段时间的室内木地板上面使用下来，大底并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磨损痕迹，纹路的深度比较不错，橡胶的硬度在硬度计的测试下也能达到70左右。如果你要穿它去打一些室外的塑胶场地，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啊，如果你想要拿它用来打水泥地，那我不是特别推荐。抗扭一直都是卢卡这一个系列的强项，毕竟作为一个大体重后卫，而且擅长使用后撤步，那对于球鞋中底刚性的要求啊，自然也会比较高。球鞋外侧的 ISO plate 很好的起到了提升球鞋侧向支撑的作用，并且啊，在前掌这一个看似没有 TPU 覆盖的区域，其实它这一块 TPU 片在这个区域啊是做了一个往内延伸的设计。这个设计啊非常巧妙，不仅让球鞋在前掌的刚性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还让这一双鞋拥有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自然弯折点，这个设计真的特别棒，我们其他的品牌也可以去学习一下。穿这一双鞋在实战的过程中，不管做什么动作，脚底下的球鞋都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你要穿它去打一些高强度的比赛，也完全不在话下。卢卡的签名鞋还有一个传统优势，就是它的稳定性。这一次的4代也依旧如此，整一个大底的面积非常宽大，再加上它这个有着防侧翻角的传统大底造型，这一类的篮球鞋啊，往往都会更加偏向于稳定。体验下来也确实如此。穿上这一双鞋之后，脚底下非常稳定，非常安心，不管做什么动作都不会有后顾之忧。而且啊，它的灵活性也并不差，因为前掌的刚性恰到好处，不算特别硬，在弯折的时候也并不会给到我们太大的负担，还算是比较易于弯折的。在做动作的时候，它的前掌并不会产生什么明显的阻力。确实啊，它是一双相对来说会更加注重稳定的篮球鞋，但是它的灵活性也绝对不算差。在这一双鞋身上，稳定与灵活之间的比值差不多在6:4的一个样子，还算是比较均衡的，两个方面都没有落下。OK， 卢卡4啊，在这些比较基础的性能方面都没有问题，抓地出色，抗扭优秀，稳定性也同样非常拔群，所以这一双鞋绝对是可以完成实战的这一项任务的。那至于它究竟是不是好穿，以及它更加适合哪一些打法的球员，那还是得看看这一双鞋在风格化方面的处理做得怎么样。在脚型适配方面，卢卡4的鞋楦略微偏宽，对于脚型的包容度还是比较广的，基本上大部分的脚型都能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不错的包裹体验。即使你跟我一样脚型略微偏窄，只要你用力去把鞋带给拉紧，也同样能够得到非常不错的包裹锁定。因为它的内部填充啊比较厚实，所以拉紧鞋带之后，鞋面跟双脚的贴合度非常高，不会有明显的空隙。而且它的这一套系带系统是非常好拉紧的，这一点啊我也觉得非常不错，不管是穿还是脱都非常省事儿。当然啊，包裹也完全没有问题，非常棒。在拥有出色静态包裹的同时，它的动态锁定也同样非常出色，整一个鞋脚一体性非常拔群，在变向的时候，双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有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情况出现。不过如果你的脚比较窄啊，那在拉紧鞋带之后，鞋头处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鼓包，对于实战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就看你们是不是在意了。而且因为鞋面的内部填充比较厚实，整体的包裹舒适度也非常不错，完全不会有任何弯折点
踏脚或者是鞋面磨脚之类的舒适度方面的问题，但是就是透气性会稍微差一点。如果你比较在意透气，那可能这一双鞋并不是特别适合你，好吧？而这一次的卢卡斯相比上一代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就是它的鞋面又改回了前2代的设计语言，用了大量的鞋面走线，增强鞋面的支撑力度，再加上球鞋侧面的大面积橡胶上翻和 ISO plate， 在做一些对抗蹬地以及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鞋面可以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在做这一类动作的时候非常从容，非常安心，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在场上打球的时候就非常安心，你尽管去做动作，它完全不会掉链子，不管你多高强度，这双鞋都没有问题。至于它的中底这一个最具风格化的部位，这一次的卢卡斯依旧跟前几代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中底的库许龙泡棉衰减还是挺快的，第一次上脚的时候确实能够感觉到它中底的柔软，但是只要穿个大概3到4次，就能明显感觉到它中底从软变成了韧。在踩实了之后，中底的脚感会更加像是以前卢卡身上用的那个 Formula 23泡棉所带给我们的那种感觉，偏韧而且有缓震。虽然它的脚感并不算特别出色，但是即使像我这样180斤的体重，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它的缓震也完全没有问题。它的中底给到我们的感觉就跟 Formula 23泡棉真的非常非常相似，在起跳落地的时候，它的中底会有那种吸震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的非常棒，即使你对于缓震有比较高的要求，那这双鞋也绝对没有问题。而它前掌的这一块竖置的 Zoom 这种放置方式大家应该也不是第一次见了，在之前的 GT Cut Academy 身上，它也同样使用了这样一块竖置的 Zoom 气垫。其实这样的放置方式对于我们在突破或者是蹬地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增强效果，并不能提供给我们横向放置的 Zoom 所带给我们的那种推进感，它更多的能给到我们的是脚感。穿上这一双鞋之后，你能明显感觉到前掌的脚感是比较软弹的，但是在我们发力突破的时候，在我们发力蹬地的时候，我们的指骨所踩下去的地方是偏硬的，也感觉不到中底的任何反馈。好在中底的 cushion 在踩实之后给到我们的是偏韧的脚感，不会有泄力的感觉，所以在我们发力蹬地的时候，脚底下的感觉还是非常直接的，突破档也可以放心选择。而前掌竖置的 Zoom 气垫以及往内收的 TPU 支撑片，都让它拥有了出色的中底过渡，不管是正常跑动还是蓄力起跳的时候，它的过渡表现都比较不错，不会有明显的断层感。但是如果你就是比较典型的那种跑跳型的球员，那可能去选择一双更加极致一些的篮球鞋会有更好的体验。它的整体体验确实还不错，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偏向于普通，偏向于中庸的一个调教。这就是一双普适性非常强的篮球鞋，不管你什么打法，不管你打什么位置，选择这一双鞋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想要在这一双鞋身上找出有什么特别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好像还真找不出来。这就是一双在各方面都给你做到70分左右的一双篮球鞋，一双非常典型的团队款篮球鞋。不过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一双鞋，当你把它的中底给踩实了之后，它会有一点点轻微的内扣问题存在，因为它仅仅只是在球鞋外侧做出了硬质材料的补强，而内侧什么都没有，所以在中底衰减了之后，会出现一点点轻微的内扣，非常非常的轻微，对于实战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的，好吧？卢卡斯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减，这一双鞋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没有任何问题，你在这一双鞋身上几乎找不出什么特别明显的缺陷，不管什么打法，不管什么位置，不管你平时是打半场多还是打全场多，选择这一双鞋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看到这一双鞋最近的这个价格已经跌到差不多500以内了，价格也确实还不错。如果将来这一双鞋的价格能够降到跟以前卢卡的签名鞋差不多的一个价格，300左右，甚至是300以内，那性价比真的可以算是直接拉满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究竟适合什么篮球鞋，不知道什么篮球鞋能够匹配你自己的打法，那去选择这一类没有特别明显风格化倾向的，各方面又都比较不错的篮球鞋就没有问题。而且你在选择了这一类篮球鞋之后，你还能去思考它在哪一个方面你是不满意的，那你就知道以后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选择了，好吧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